自己不吃的就不要卖，这是我的原则。也许你不能赚了很多钱，但是我们说良心你会过意得过去，你也知道你没有卖过不好的东西，这个很重要。赚钱有很多方式，但是违背良心的事情就不要做。大家好我上个星期我去了一家在 Spartanburg 的这个日本餐馆，这个餐馆的老板他叫 Winston， 然后听他说他已经来美国38年了，37年，对，所以想这个看着他是有很丰富的这个经历然后呢，我想就是让他能够把他的经历能够分享出来，这样的话对那些想进入餐饮界或者是想了解更多这个对美国的餐饮界想有更多的这些朋友们呢，可能会有所帮助。今天我就把他约出来了。文森，你要不要先讲讲看？你好，你好。大家好，我叫 Vincent， 从香港过来的。我是88年来美国的，然后读书是打算来读书，但是来了就没办法找到合适的那个收入，必须要来自己付自己的，所以必须要开始先赚钱。然后因为我报名的时候时间还没到，我早一点来熟悉环境。那我当天来的时候，搭飞机的时候是来了到机场的是我朋友的舅舅。他答应来接我飞机，然后他答应帮我找个安顿的地方。那结果来接我的是一个 car service， 是一个白牌的一个 car service， 然后他就在机场那边接我，接了他载我到曼哈顿的 uptown， 就是在哈林区那边上面一个很差的一个地区。然后他就帮我安顿在一个 basement， 租了一个房间，然后那个房间也是台湾来的中国人，那我就在他家那边住下来了。然后那因为我当时国语讲得非常差那所以呢就也是用写字写中文因为我们香港跟台湾都是写繁体字，也很好，也大致上理解一点。那就开始，第二天我就就问他说，我哪里可以找工作做啊？然后他的儿子也很热情，就带我去唐人街。当时我们就搭地铁去唐人街，就开始第二天睡醒，第二天我们就去唐人街，从 Uptown 那边搭车就去唐人街。然后到唐人街的时候买了一份叫《中报》，现在没有，现在有《星岛日报》《世界日报》，那时候有《中报》，也有《星岛日报》。那时候就买了一份中报，我记得是中报，现在好像没有了。然后就上面打开广告，就看哪里雇人。那时候我们还是用 rotary phone， 就是在街上面打电话的，每个就打电话去找。当时找工非常难，其实那些都是什么upstate 很远的那些地方，根本也不行，人生地不熟，英语也讲得不好，因为我们在香港学英语，但是我发觉我讲的英语是英国的英语，他们听不懂。我一度怀疑人生，到底我学的这么多年是学什么东西？结果我讲了一句，没有一个人听得懂，要用写英语的方式，那个老外都听不懂。当然后来才发觉，原来他们都不会讲英语的，不是只有我，所以大家都是半斤八两。后来呢，就那一天就怎么办？没办法的话，我就开始用走路的方式去找中国餐馆，就打开那个 Yellow Page 嘛，把地址，因为那时候电话亭都有 Yellow Page， 然后就是专门去找中国餐厅附近的，然后就开始用笔写下来，然后每家看到中国菜就中国餐厅就进去问。那当时一般我们华人开餐厅的都是广东台山来的。他们只顾会讲台山话的人，那我讲广东话，他们也是有点不习惯，因为他们本来是讲家乡话嘛，他们都是台山人嘛，那他们也对同亲也就是大家的亲属同话语的就比较亲切一点。他说不是台山人，他基本上说不是台山人，他是不请的，然后要留电话，我也没有电话留给他，他们就基本上就拒绝了，所以我走了很多家。对那个时候没有什么手机什么之类的， 30多年前。
是，对，那时候那个，所以就走路走，就从那个 Broadway 那边 all the way 一直走，往那个中城那个地方 Midtown 方向一直走，就走到那个大约在6街 Sixth Street 那边有一家那个中国餐馆外卖店。我一进去，我说请问你们请不请人啊？他说你要做什么工作？我说什么都可以。他说我们这边有个洗碗打杂，你要不要？那我说好，我就没有问多少钱就上班了。那个他先跟你讲上班时间是10点到晚上10点，中场没休息啦，先讲清楚啊，有吃饭时间半个小时。那我就很兴奋来找第一份工作。他第一份工作的，他刚开始可能也不付钱吧？什么付钱？他刚开始培训的时候，可能也不付你工资吧？洗碗没有的，洗碗不用培训的，洗碗洗碗对，打杂啊、倒垃圾啊、清洁啊这些东西，没有什么好培训的，你进去就是苦力活嘛。那以前中国餐馆的那些碟子很厚，因为他们怕撞崩，或者崩的话，他们也没有整个碟子裂嘛。所以你那些汤碗啊，什么 egg drop soup、hard and sour soup， 这些酸辣汤啊。蛋花汤所有的汤的那个碗很大很重，其实因为它的装的汤也不多，它是怕敲烂啊，还是敲烂也不会敲坏，它还可以继续用。所以那些碟子都很重的。然后我们有那个 bus pan， 就是那个大的 tray 装那些碟子的，都那个 bus pan 是 heavy duty 的，不是我们现在看那些很薄的，丢一下就爆掉了。以前那个光是那个 bus pan 就很重。然后我们要去外面那个 waiter waitress。收完了之后，他们在桌上面，你要去外面把它拎进厨房里面。那穿了一个那个洗碗打杂的那个 apron， 是那个塑胶的那个围裙，从头这边压到底是全塑胶的。好像那个今天你们看到那些什么biological weapon 的那种 labs 里面穿的那些，就是很厚很厚的那个 apron。然后你夏天的时候，后面是那个衣服完全是湿透的，然后他给你穿那个 glove， 就是那个手套。我看我们很多人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手套，是从这边到脖子的手套。是那个手套是到肩膀这个位置的那个手套，是 heavy duty 的，也是那个因为呢，当年我们洗碗的是没有热水机的，就是没有餐厅是有热水的，都是用火烧下面那个 sink。然后他一般餐馆都是 sink， 没有洗碗机的，就是三个那个 4 compartment sink， 然后上面有个 rack， 就有一个架子，你可以洗完你的碗就挂在上面，然后让它风干。然后它下面有几个格子的，第一个格子就是垃圾格子，就是那些饭菜剩菜全部到里面，你用手剥掉它，然后你就丢进第二个那个肥皂水里面刷了之后再过一个清水。然后再过另外一个清水，但洗了一个之后，你手干净了之后再洗第二个，然后过清水，再要把手套洗干净，再过清水，然后过了就一般是4 compartment sink， 然后下面是有那个 gas line 到那个 sink 的下面，在水喉的旁边那边，你用火柴点火，像那个连风头的那个 gas 的点那个连风头，然后就烧那个 sink。然后烧那个 sink 的时候才那个，哇，这个没有做过中国餐馆，30多年前的话，绝对不知道有这样的事情。就没有热水的餐厅，现在都已经 update 嘛，一定餐馆一定要热水壶什么的。那以前是没有的，冬天是那时候还好，我那时候刚来的时候不算很冷，就是5月份的时候，我刚来美国的时候，那个是夏天热的时候，但是还是要点热水，因为必须要用热水才可以把污迹洗掉。那后来怎么样进入这个日本餐馆？这个路也是蛮长，就是开始做的是洗碗打杂。那时候我一个星期的工资是175块，然后我一个月的租金，我是租一个单房也是175块，所以我非常记得。那175块是租什么？我是租单房 basement 是没有窗的，如果我门不打开的话是不能透气的。那个气都是从外面其他的那些出风口进的 basement， 然后才从你的家的正门下面的那个1寸的那个风位进来你的 house。然后进到你的房间之后，进到那个我们有几个房间嘛，很多房间都是没有窗口的。那我的房间也是没有窗口，就是靠那个的空气。然后4边的墙是在吊灰的，所以我的床是要
我要离开那个墙至少要1尺，因为那晚上回来的时候整张床都是灰。哇，对，那个，然后那个房东讲明你是不能用那个冰箱，也不能用他的厨具的，只能用他的厕所。对，也不能他以前我们租房子很难，因为很难找到中国人愿意租房子的，所以他非常多规矩的。包括你说你只能在那边睡觉，不能请任何朋友来都不行。你只能睡觉，然后你也不能用任何的，除了厕所洗澡以外，刷牙洗澡以外，什么都不能用，什么地方都不能用，除了你的房间。所以你一进屋，你就是去洗澡，洗了澡就是进房睡觉。其实我们那时候工作时间蛮长的，12个小时嘛。其实所有的工作都是这样子。后来我他们做了3、4个月之后，我就找到另外一份，也是洗碗打杂，然后我就去那个刚好那时候开始夏天，然后他就有一份洗碗打杂就在那个 New Jersey 那边是包吃包住的，就是他1个星期给你休息1天，有时候我们休息1天都会出来你自己搭巴士从 New Jersey 那个地方叫 South Orange。那个地方是属于一个意大利区，然后就才开始也在那边是意大利餐厅。然后那时候我开始对意大利人的感觉非常好，因为他们对我们中国人非常的热情，所以我对这个意大利人是有感情的。那从那边开始也学习很多的西餐的东西，像后来我除了洗碗打杂，帮忙搓面粉啊，然后做披萨啊。这些东西其实这个披萨并不难，但是学了很多西餐的，像他们的名字啊 cheese 有多少种啊，这种西餐的东西我就从那边开始学，切菜啊那些很基本的那种切菜了，他们切的是很大坨的，那就开始学了。那意大利餐没做之后，我就找到一份就是那个日本餐，也是洗碗打杂。对，因为我们没有什么功夫，没有生财的那个技能嘛。那洗碗打杂就是你看因为以前没有洗碗机，你看你是把它洗干净、洗快、干净，老板满意有多余的时间，我喜欢交朋友，因为我一个人来也没有朋友，所以就开始学很多的帮别人嘛。帮他的时候，他绝对愿意教你嘛。所以我们要做餐厅的话，你就不要怕吃苦。你也要愿意学，那个有个心态，就是说要觉得学这些师傅啊，这些厨房的师傅啊，老板呢，他尤其是师傅，他是没有欠你的，他也是打一份工，他不一定要教你技术的 ，OK？ 你怎么对他，他就教你多少，就这样子。那如果你不尊重他的话，你就学少。还有很多餐厅里面的一些危险的，会切到手啊，烫到手啊，这些常常都有的。那如果他愿意提点你的话，你就走少很多的弯路呀。所以说从这样子开始洗碗打杂，然后后来就也跑了去就日本餐厅洗碗打杂嘛，就开始从厨房开始做，到最后就刚好有时候日本师傅请假，还是他不舒服，那有时候他们日本人很喜欢喝酒，常常喝得乱七八糟，老板又忍着没办法，因为没有这个师傅很厉害的嘛，从日本过来的不是随便的，工资也很高，你不能随便把它炒鱿鱼。那来美国的10个9个跟我们这种都是怎么说也是来吃苦的再加上他们有点技术的话，他们来是为了赚钱，那心态里面也是有点那个思念家乡嘛，也是很正常，所以常常喝酒啊。然后你在餐厅的话，你跟那些师傅当然要关系好。那有时候我们也会买咖啡给师傅他抽烟嘛，买烟。那以前抽烟是很正常的事情嘛。那我们也会买包烟给他，虽然自己不抽，知道他抽什么就买什么烟给他。那我那日本师傅一天要抽两包那个 Marlboro Light。那我一个师傅他是厨房师傅，那他一天抽2包 Marlboro Light， 其实我一天的工资真的也没有多少。买了2包我就买1包 Marlboro Light 跟买1杯咖啡给他，那时候1杯咖啡好像是2毛半，现在没有这个事情了2毛半1杯咖啡是不可能，就是 any train gas station 不是 gas station， 我们叫一般就是convenience store 嘛，在里面deli 或者叫 deli，那2毛半1杯咖啡，一包烟好像1块多，
刚来时候美国那个时候买烟是可以用机器买的，就你投币1块2毛半，对我记得了，5个 quarter 你推进去一拉回来，那个烟就掉下来。那个那是1块2毛半，对，那个反正每天我就准时准候就供应1包烟跟1杯咖啡给我那个师傅啊，他是厨房师傅，我就跟他学，从后面开始学很多东西啊，很多基本的东西，因为日本人很基本的东西他都要愿意教我啊，偶尔他喝醉酒了，跑去那个 basement 啊库房睡觉啊，那我就帮他撑着，又不敢跟老板讲了，对不对？老板会说哦他刚走开，其实就是我在跟他撑。等于一个人做2份工作的啦，那你师傅也非常疼你，就会把很多东西教给你。所以尊重师傅、尊师重道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我们中国人的传统，我觉得这个不管是你做哪一行，其实比你有能力的、比你有技术手活的那些，你更加要跟他学。另外一方面就是说，后来我就开始从厨房做的厨房大师傅，师傅。还有就是说，有时候师傅他发脾气，跟老板吵架，他不干了，他就叫我，走了。那我心里讲啊，我再炒一半他说走，立刻走，就立刻把我们自己的刀、我们自己的私人工具拿了，我们就跟着师傅就走了，就是这样子。因为那走了怎么办呢？明天有找什么工就等师傅帮我找工，就跟着他就是了嘛。对，那如果你不愿意走的话，可能你留下来可以做老大了，对不对？但是我们中国人有一些人是这样子啊，他留下来，你走就刚好我上去做老大，对不对？那你要真的要学，还有做人要有仁义道德。我觉得说我还是觉得我跟他的感情不是建立这个关系，不是为了要怎么样，而是觉得他可怜他一个老人家，他一个人孤苦伶仃的，然后那我就陪伴着他，所以陪伴是非常重要的。后来他也教我很多，就是很多日本的秘诀，他们家传的一些秘诀啊，做汤汁怎么做啊，怎么打沙拉酱，因为我们中国人是不做沙拉酱的，只有日本人，整个亚洲只有日本人吃沙拉，基本上，你看哪一个 cuisine 吃沙拉，只有日本吃沙拉。日本的沙拉确实，我现在发现很好吃。对。它这个 sauce 很特别，对，因为我们都是用新鲜的东西打的，就不会像现在你在超市上买的那些，其实就是人工色素、味道还有油顶多加点醋，打一堆给你，你看看它的 ingredient 什么都没有的。其实日本菜就真的用水果去打，真的用蔬菜去打，很浓稠的，它不是 creamy 的，它是 rough， 因为它是真的用蔬菜去打的，所以它的味道是不同的。还有它有它的秘诀。做餐馆有个很多问题是什么？就是说你千万不要引上那个陋习啊，比如喝酒啊、赌博啊，对不对？这种就是沉迷这2种的话，你一生人我看到非常多，一生人做到最后还是在餐馆躲着，然后还是身无分文。这个非常非常小心。交的朋友，我也是过来人，也是以前也有赌博，也是赚的都不够去赌啊，然后寅吃卯粮，对不对？有的跟老板借钱，我有一个认识一个朋友是苏西师傅很好的，他欠老板3年的工资，是他每天上班，他未来那3年已经欠了，哇！那他怎么过活呢？他做日本菜，他非常勤劳，为什么呢？因为他希望那个客人给他好小费，他还有一点10块8块2块3块放进口袋，还可以去买点什么小吃的啊，喝杯咖啡什么的。因为他的工资基本未来3年是没有了，已经跟老板借了，已经赌了也输了，所以这种人，虽然我有碰到这样的人，那也有当然是家破人亡啊，对，很多是吗？瘾上赌博家破人亡，然后瘾上酒的也是家破人亡，10个8个也是家破人亡。那这个真的非常，那吸毒也是对，因为在那时候那个年代，我们在纽约就是随便到处都可以买那个大麻，那个年代就80年代的时候，就是那个到处买大麻都可以，因为有人会跑过来在你耳边跟你说 smoke。You want some smoke 啊？就会跟你这样说啊，他特意走在你旁边，耳朵帮你想，你有兴趣的话啊，你就 OK 哪里就跟他去就可以了。
他就故意whisper 很小声在你耳朵帮你讲，他也会跟你讲说那个他有意无意你看那些为什么在纽约的人比较怕一些黑人？其实他们都是那个非洲来的，要不然是牙买加来的。他们那些国家是非常乱的，所以他们不是像我们南部这边的一些黑人是土生土长的，他们是比较纯良的。在纽约的那些黑人是踩过尸体过来的。哇！他们是对那些黑人很多，他们是从外国来的，非洲啊那些打仗啊、杀人啊那些那种地方。那虽然他们是难民，但是他们有时候我们看看现在好像说很多这种非法移民都有这样背景是有原因的，是的确是有这样的样子。所以后来就在餐厅的话就非常要小心，就是赌毒还有喝酒这些东西，如果你少一不慎的话，跟上这种朋友的话就开始了。那我有的老板也是开赌的。我意思说他开赌是什么？他下班的时候他就开始叫，你下班的时候10点下班嘛，老板就把那个牌九啊、麻将啊、扑克啊全部拿出来，然后那些员工都下班都不回家，我们把门一关就开始了然后老板是开赌的，他就他是那个牌九做庄的。刚才你今天赚的那些钱，然后晚上全部交回去了，就白做了。他做庄的嘛，对不对？抽头的嘛，是。对，然后他太太也是他太太专门玩扑克的。我到底不知道他们是开餐厅的还是开赌的，我这搞不明白。麻将也给他抽头，所以那些员工有时候，如果你留下来玩的话，玩2手的话，其实那时候为什么我们大家都有点寂寞嘛？家人都不在旁边，是然后下班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娱乐嘛，对不对？然后昨天输了100-200，我们一天才赚那个50-60，昨天输100-200，心心不忿，想回去再赢回来嘛。那你再输多2天嘛？你说结果你一世人都是为他打工的，你看那个老板他厉害了，他的正业其实是开赌的，副业是开餐厅的。那我们都是死命的帮他打工，就这种要非常小心。你如果染上这个就非常小心。所以日本菜日本菜，今天我们就讲一下日本菜吧，因为这个是我比较熟悉的，没有是我的专业，没有什么东西我专业，只有这个是我的专业。我说自己的 professional。日本菜是融合了中西2种菜，基本上日本菜是融合了，除了有中国菜，也有那个韩国菜，还有另外就是西菜，所以它是融合中西，可以说所有中西的菜里面都有它的精髓在里面。然后日本也发展出它自己独有的它的菜，就是寿司。因为寿司它是跟从日本的古书说它是跟这些中国的渔民学的，但中国渔民学的时候，刚开始的寿司只是把那个鱼用那个盐腌了，还是用醋泡一泡，然后就放在船上面，然后3个月没有回来的话就可以，就是没有东西吃，就是吃这个腌制过的米饭，跟腌制过的鱼，因为我们晒鱼还有在船上面用盐来我们叫盐汁嘛，就是腌制它，否则它就坏掉了嘛，是不是啊？对，保持不了这个时间，长时间基本上就是脱水的方式。是，然后那就衍生出怎么吃生鱼嘛。那其实以前日本的话，刚开始是只有冬天才吃生鱼的，因为没有 refrigeration， 没有冰箱嘛。所以夏天是基本上你只能吃那些腌制的鱼。而且刚开始就是在东京这个地方，以前叫江户，所以叫Edomae 江户前，就是在江户这个地方开始，就是比较有钱的时尚的人才吃得起，而他们每个人都是搜躲躲藏藏自己秘方自己的方式，怎么腌怎么做。那为了要学习日本这些东西，我就学日语嘛。也去纽约的那个日本文化学会学基础日语常常在那个 Rockefeller Center， 就现在的47街那边，它有很多日本书店就是刚开始开的时候，就是在那边买一些日语了。那还有一些中文在里面，自己揣摩一下，然后自己试验一下，然后就更加留意看那个我的师傅他们是怎么说。我基本上跟3个比较
厉害的师傅学，有3个是跟着他们学的。他怎么腌制，怎么时间，然后在什么情形下怎么做，是一步一步来的。做那个日本有很多，我看到很多的我们比较前卫一点，比较懂的，很多都是台湾来的。因为呢，所以我刚来美国的时候，那时候中国大陆还没有开放，所以很少来美国的留学生。有的话，我那些同事洗碗打杂的打 bus boy 还做不到 waiter， 因为 waiter 都是台山人，他们自己土生土长，英语讲得好，他们都做 waiter。然后剩下的就是那些博士，我也认识很多博士，医学博士啊，什么艺术博士啊，什么从大陆来的 F1 签证的，偷偷打零工嘛。他跟我一起在洗碗打杂，然后他有的很多都是很 professional， 因为刚中国出来的时候只有 F1 签证嘛。都是尖端人士，很多都是尖端，是他们真的能吃苦。因为中国大陆出来只给你一张机票，学费的话要吃饭你要自己搞定。我相信有很多人也是这样子走过来的，对，真的很辛苦。有的他们走出来了他们愿意说我以前也是洗碗打杂，我也做过乞丐，我也做过 bus boy。有的还没有走出来，他完全就不讲。你碰到他，这个我以前同事，他现在有那个，他给个名片给你看，不是啦，我现在是什么什么什么教授了，已经是这个也当很多人吃了这个苦，也当年也很多有这样子的。那回去做日本菜，就是说你如果真的非常懂日本菜，因为我们香港来的时候很早，我们香港就开始接受那个日本人的那种文化的熏陶了。因为香港是一个大城市嘛，什么国家都有，对。那日语像我们这边的卡通片啊，什么变形金刚这一种，我们很小就看了。然后我们对日本的日语啊，日本的食物啊，什么都有很多的认识。香港很多的日本的那个大的百货店啊、杂货店啊，那种 department store 百货公司都有很多。所以说那个我们对于他们是没有特别的，就是说歧视，还是说特别的不喜欢还怎么样。那对日本什么文化我们都接受。我特喜欢日本是因为我一个同学，不是同学啦，是我的学校的隔壁的学校刚好就是日本学校。然后我们有交流，2个学校交流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认识一些在日本，因为他父母在中国大陆开厂啊，还是工作啊，在香港工作，他小孩子就在这个学校读书，我们就开始认识他们。他有的是在香港出生，土生土长，他讲的广东话你完全不知道他不是中国人，你以为他是香港人，他本来就是香港人的，应该这么说。所以说就开始对日本的文化有兴趣，常常去他家做客，也吃了很多日本菜，然后对他有认识。如果你真的要做一个菜式，不管你是喜欢做什么菜式，我就是建议大家就是必须要了解他的文化背景，然后这个食物的背景。那我们回头再说一下那个菜式，中西的合璧。日本菜除了自己独有的苏洗以外，基本上厨房的菜就是混杂的那个中国菜跟韩国菜。尤其是那个从韩国菜那边出来的就是 tsukemono， 就像 kimchi 一样的，就是腌菜腌制。腌制这个方式很多从中国人开始来，当然然后到了韩国加辣了之后，然后到日本有它的方式，然后它很多是延续中国很多传统的方式去做的。再加上韩国的他们也有他们独有的方式，所以日本也形成他自己一种腌制的方式。还有烤肉啦，日式烤肉是没有辣的，它也是韩国那种做法，但是韩国的就辣，日式就没有辣。那还有那些 teriyaki 啊，其他那些，还有日本菜的厨房，你会看到为什么东西日本菜厨房是西式的呢？很多人想不到，就是 tonkatsu 炸猪排。炸猪排这个是用沾那个面包粉然后去炸的这个是从荷兰过来的。是吗tonkatsu是从荷兰过来的。还有很多东西大家没有想到 tempura 也是从荷兰过来的。tempura 也是从荷兰。tempura 不是日本本土的，
呀，哇，不是人，是日本人开始发展出来的。tempura 好像是第2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开始炸那个虾，炸虾。那刚开始tempura只炸虾，好像在1970年过后有一个日本的达人tempura达人，他开始炸其他的东西，什么干贝啦，什么鱼啦，那个都炸，什么海鲜都炸了。就由他开始加了很多的那个海鲜进去，延续很久 tempura 只炸虾，就最正统就是炸虾，然后炸虾的这个粉啊、技巧啊、温度啊，这个都有，但是这个完全是从那个荷兰来的。为什么是荷兰？因为荷兰当年的他们的那个第一艘那个军舰来日本，到日本防日本的时候，就是从荷兰开始的。因为荷兰当时的海军非常强盛。看电影里面那个修港那个西人的胸不是 Tom Cruise 啊 ，Tom Cruise 应该是荷兰人，不是美国人。所以他刚来的时候就荷兰把他们的技术带到日本，日本成为在亚洲唯一一个 rival army。开枪的那个火枪的 army 是日本第一个有他的军队，是火枪军队，是日本，不是中国啊。中国没有火枪军队，那个时候他们在清朝已经有这个火枪军队了，很厉害。就荷兰的那个他的那个影响对日本影响很多，西方的东西是从荷兰开始影响，包括今天的 Sapporo beer。啤酒荷兰是荷兰来的，所以为什么它的味道很像那个 Heineken， 很像Heineken 的那种味道。OK， 因为它的酿制方式跟它的那个都是从荷兰过来的。所以日本的第一个啤酒是 Sapporo， 现在到处大家都可以喝，它的味道就很接受那个欧洲的那个味道，就它的酿制方式一直没有改。你试试看看喝那个 Sapporo 你就知道了，因为它是非常特别的。所以为什么 Sapporo 是一个军港啊？因为一有外来的军队就来这个 Sapporo 了。当然后来第2次世界大战美军进来了，就把美国的文化带进日本。其实日本不随便融入任何的文化，他把别人的文化融入贯通以后融入贯通之后，它发展另外一种。所以今天我跟你说 tempura 是荷兰来的，你绝对不相信。它的 tonkatsu 是荷兰来，你也不相信，因为它已经改良了，它更好的改良了，把它的菜式加进去，包括沙拉也是从荷兰过来的。所以日式是有很多西式的东西在里面的。那后来也有很多方式，像怎么处理牛排啊，那些怎么养牛啊，所以其实也是从荷兰那边学过来的养牛的这种方式，像和牛这种方式所以很有意思的，很有意思。对，文 Sir 啊，那你做了这么多年这个餐馆行业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你有什么这个高低起伏啊？你有什么高光时光跟这个艰难的时刻？是这样子。其实刚开始做日本菜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我想应该是怎么说，从那时候开始，因为日本菜不是一个受欢迎的一种菜式。那因为我喜欢它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我喜欢它的颜色、味道、配搭你看了你觉得好像一幅画一样的。然后这个日本那时候讲的也很玄嘛，你买这日本书讲的很玄啊，说你摆一个菜出来好像一幅画一样。那个老板也跟我说你要怎么他们都讲的很玄很有艺术的一种感觉。那觉得吃东西还可以有艺术，不错。那时候因为我们以前中国人就炒了一锅就啪就是放在碗里面就上了嘛，对不对？那顶多是在那个碗那边弄漂亮一点的碗给你，就这样子，也还是一坨的东西。其实我们现在的菜式的摆的那个款式也是有改变很多呀。以前我们中菜没有这么漂亮。那我以前在香港的时候觉得说中菜最漂亮还是我们广东菜的那些摆那个宴席的那个还有什么雕龙、雕花、雕凤水果雕这个什么的，那个我觉得那时候是已经很漂亮。后来就跟日式的摆法不同，不是只有在
碗上面摆东西嘛，连那个菜也摆出它那要吃的那样东西也是有它的。所以我做日本菜的时候，那时候是属于低潮，因为根本没有人做。有一次我上班的时候，有客人出来闹，噼里啪啦的闹，什么东西呢？原来那个客人他是反日的，因为他第2次世界大战他的家人是去给日本人杀死了，然后他的爷爷什么什么的，结果他跑进来，那时候反日80年代反日嘛，你开 Toyota 的车会被人家砸窗，那时候是真的。Toyota 的车非常便宜 ，Toyota Honda 非常便宜，因为没有人，因为怎么说，那时候有一段时间被人家反的时候就会被人砸床，像今天一样。今天 Tesla 在美国我也是刚来美国的时候，记得那个时候，好像那个 Honda 对Toyota 都很便宜啊，那个时候。对，是很便宜，是很便宜。所以他们打着美国市场。然后那个时候呢，美国人就跟我们说，那个日本车不好啊，全部都是塑胶的。我们买了一个大水牛，我买了一部大水牛，500块美元，那时候挣了一钱，省了一下。那个除了那个音响不响以外，整部车都响。那不是那个加油是在那个 license plate 后面，那个 license plate 窗后面那个 license plate 那边反过来加油的。对，然后车里面是没有，就那个只有 radio， 那时候还有 radio，tape 都还没有开始。你说大水牛是什么？就是他那个喝汽油好像喝水一样的。OK， 那个那个 Chrysler 啊，那个大 Chrysler， 对，很重的2个门，哇，那个门碰关下去很重的对，没有力关不到门的那种。是。他一个人走5 mile 啊。像喝水一样，对，是不是叫大水牛？我们俗话叫大水牛。所以说那个时候就是低潮的时候，就是其实那时候也会被人歧视，然后我朋友也歧视我们这些老中也歧视我。那中国人做什么日本菜啊你？什么什么的，对，很多我以前刚开始都被人笑的。我可能在纽约，我不敢讲说了，我那时候可能没有10个中国人是做日本菜，剩下9个。是台湾来的，只有我不是台湾来的，所以香港做日本菜的，我看也没有多少个。我想当时不是没有超过10个，我认识的没有超过10个。所以说那个这个为什么我做日本菜，是因为我喜欢做日本菜，我觉得它的味道、它的摆饰、它的样式，我们那时候人生是低谷，因为再加上我也不怎么赚钱，洗碗打杂做厨房没有什么钱，赚什么钱呢？然后在学师的时候没有什么赚钱，那再加上也另外又被人歧视啊，除了同行的歧视，还有外面人的歧视。你进出日本餐馆有可能被人家丢鸡蛋啊，如果在你门口那个常常有客人进来丢鸡蛋啊，打开门那个白人啊，我意思说，他们打开你的餐馆的门就把鸡蛋丢了，人就跑掉了，有人歧视你啊，还有讲粗话进来骂粗话的都有了。这种是低谷的时候，后来开始渐渐的，我来 Spartanburg 是1997年，在这个城市是没有日本菜的，我是第一个苏西师傅做苏西的。哇，97年到现在的话，其实不是很久，27年也很久了啊，28年前吧。对啊，在这个城市是没有苏西的 ，OK？ 你想看看，我是第一个做苏西的人，你可以想象，但是没有人吃。也赚不我老板也没有赚钱，做了4年，老板说把它关了。那关了怎么办呢？就关了。我想本来我要回去纽约的，那我太太说不要吧，还是留这边。我说你这边无亲无戚，他的哥哥在 New Jersey， 然后我的朋友都在那些猪朋狗友坏的朋友都在在纽约嘛，对不对？都是那些就是吃喝玩乐的那些都在那边嘛，对不对？那每个月存不到100块钱。那时候月薪2000多，年小费2000多，我存不了100块钱在纽约，你都花光了，对不对？因为晚上下班你还可以去卡拉 OK 吃什么晚饭，开个车到哪里去玩，然后对，然后你回家早上4点回家，5点回家，然后又是把钱全部花光，这个礼拜赚的全部花光了，所以我老婆说你还是留在这边吧。所以我老婆是我的贵人，她说你还是留在这边。我说你无亲无戚留这边干嘛？我那边朋友很多机会多她说还是在这边好，我还不想你回去，我怕你到时候又回去又去赌啊什么的，对，你跟那些朋友不见得会好的所以就留在这边了。
那留在这边怎么办？我们就开始去有人也是鼓励我，那我们就开始去找店就开店其实生意也不好，因为这边本来就不接受日本菜，不是对他们来讲是很新的东西，然后这些东西他们没有什么兴趣，所以生意一直都不怎么好。然后其实我也不敢说自己是一个成功的师傅，因为我有很多日本人留给我的那些这叫什么？要 honor 你的工作，你说你不能吃的东西你不能卖给人，你自己不吃你不要卖给人。然后我要求蛮高了，所以我们24年开餐馆，我们有拿了7次100分满分，满分是几乎不可能的，因为在那卫生局是不可能给你100分满分的。那我那个卫生局来，我们验了1个小时，前后左右上下都看过了，他找不到任何东西可以扣我的分。他说我老板说没有人100分的，不能100分的，一定有问题的。他再加半个小时也找不到，结果他没办法。我说如果没有人100分，那你们永远都没有人家没有盼望嘛，对不对？我说你不是第一个啊，我前面有6个啊，对不对？我说你没有得罪任何人了，我拿给他看了他最后还是答应给我100分，因为他找不到我有问题。所以也是很感恩，就是说但我觉得说很多事情都是因为如果我不是遇很多的挫折的话，那我也不可能会相信耶稣基督。有一个宗教的一个我们说宗教其实不是一个是个人关系了，我跟耶稣的一种个人关系，就开始相信是他在看顾我，不然我也不会走到今天。今天你在 Spartanburg 我胆大的说你找不了多少，不超过5家吧，我暂时还没有想到哪一家有24年。那我想神要我留在这边是有原因的。希望我们继续说那个缺点的时候，就是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那时候困难的时候，我就是求告神，就是求告神。那当然，你也必须要努力去做，也不是说你就算前面有黄金，你也要蹲下来捡吧，对不对？不可能把它送到你手上。所以说，有时候遇困难是什么？是当你会遇到一股力量给你就从神而来的力量。那高峰的时候就是过去这10年开始，日本菜就开始很兴旺。那很多人觉得说日本菜很好啊，随便炒2下，中国菜又煎又腌又搞很多了，又裹粉又什么的，搞一堆，然后才去做一个菜，很辛苦，对不对？那日本菜好像随便炒熟它，沾点酱就可以了。其实现在很多的日本菜也不是很就是反正他们也觉得是一种混饭吃的想法来做，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我们做什么事情都要好像为自己做一样的，不要去为了赚钱做一些自己不吃也自己不吃的就不要卖，这是我的原则。也许你不能赚了很多钱，但是我们说良心你会过意得过去，你也知道你没有卖过不好的东西，这个很重要。赚钱有很多方式，但是违背良心的事情就不要做。那第二个的话就是说，你必须要对做餐饮业很有兴趣。我意思是说，你会不断的去研究，你下班你还在想怎么做这个菜会更好吃，这个鱼怎么杀会杀得更好更干净，然后你这个肉怎么剔都会更好，怎么样可以把它的味道提升出来，然后把你的摆盘怎么摆得漂亮，然后你所有每一样细节你都必须要落齿不疲的去做，你要非常的有passion 热情去做这个工作，你才会做得开心，就算不赚钱你也很高兴去上班。这个是很重要的。那如果大家是说我想赚钱，然后我看人家做餐馆赚大钱，我也想去做这个工作，如果你没有兴趣的话，我就劝你不要，你还是去开大卡车好了，因为他年薪也不少，对不对？你一个人开到哪里都可以，对不对？你也没有问题。这个现在开个大卡车也赚年薪10万嘛，对不对？开个餐馆你还要丢个十几20万去投资，那如果你不赚钱，可能10年8年赚不回来。
上个星期我听到有一个弟兄跟我说，有一个餐厅在我们 Greenville 的，他投资30多万，做了半年就关门了。哇，对，所以也不是人人都做成功的。其实有一个统计啊，在美国开餐厅的，70%啊，在3年内关门的，70%啊。哇，对，所以非常风险非常非常大，非常这个竞争非常激烈的一个行业。对，非常激烈的行业。所以说，它不是说只有你说日本餐激烈，而是人家隔壁卖披萨、卖面粉的，对不对？人家隔壁那个卖donut的，还有那个卖三明治的，他买回来都是冰箱的，然后切了片，然后放上去，切点菜叠下去，加给你就赚钱了。那我们中国菜还是日本菜，还要煎，还要烊，还要腌，还要做这个做那个的，搞了半天也没有赚那个几毛钱，对不对？如果你是为了要赚钱的话，就不要做日本菜，我劝你。不要做餐厅，甚至不要做餐厅呀，因为你投资下去可能10年回不了本，欠了一屁股的债，划不来嘛。你这个也算是对这个想新要进入这个餐饮业的这个朋友们的这个一点鼓励吧。别的还有什么你觉得对比较重要的对他们来说？那当然理财方面也非常重要嘛，对啊，你不能过分的投机的话。有的人买的，他那个前一阵子人家说 pandemic 的时候，不是说那个外卖盒很多快点要买，不能快没了吗？结果他买了整屋的都是那个外卖盒，没问题，是便宜没错，但是你整屋都是外卖盒，你把你未来那5年的外卖一次过买了，然后你的钱就没有资金流动了嘛。对，你现在要钱的时候，你要用钱做资金流动，做生意，你过分的投机，你就风险就增加了嘛。你现在要熬过这个生意的话，如果打算要开餐厅的，我就跟大家说，你必须要有半年或以上的资金可以撑。万一你是每个月亏5000的话，那你要准备半年的钱可以亏5000。OK， 你至少要半年，你要准备3万块在银行是现款，随时可以亏的。你这样子你才可以做下去。因为这个是很实际的，对，因为你提醒，对，因为你这个你不知道未来半年怎么样嘛，对不对？那如果未来半年又来一个 pandemic 怎么办？怎么度过？这一次我想那上一次是唯一一次政府给钱，就是 pandemic， 这一次可能就没有了嘛，没有了怎么就关了嘛。我们又不是大财团，我们做小生意的，是不是？然后如果你借钱，你要先算一下，你跟银行借，你每个月要供多少钱，供款多少，对不对？然后你要多久可以供掉？你这个先计算好了，打什么仗也好，都是要先计算粮草够不够，是不是？如果没有计算的话，你就去冲的话，那真的是准备90%机会是关门的。所以很多都是到最后你想看看，你投资20万，现在随便一个外卖店都20万投资一个20万，你每个月赚1万，对不对？你现在你要做30-40万的生意才可以赚1万 ，OK？ 对不对？那你1年做30-40万的话，赚1万，你怎么办？你要是20年才还清啊？你会想看看，你赚得很好的话，你省吃俭用也要个10年还清。你投了这个生意进去，也要10年才还清，要考虑清楚。所以做餐厅的话，你没有 passion， 你是没办法做下去，没有这个热情，你是做不下去的，绝对要关的。然后第二就是说你要有资金的准备。你说我银行只有15000，那你还做什么生意？要借个20万来做，我劝你还是现在存多一点钱，然后学多一点技术，然后做餐厅的话，另外不是只有做菜好吃就好了，如何对待客人，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一般的餐厅老板，我们广东也是一样，厨房的大师傅跟外面的那个部长合股，那个餐厅才可以做下去。那你要不然你是可以做大师傅兼部长的位置，要不然的话，你就必须要找一个可以在外面跟客人有沟通的。你要知道客人要吃什么，因为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城市的客人，他们所喜好的东西不同，对不对？然后你还会跟他们有交际，要跟他们熟悉，然后明白他们的口味，他们的作息，
对，这些东西你了解的话，你才去开餐馆，不要说随便就去做一门生意，然后自己也要，当然自己要学习。哎，文森，那这个你在这边做了这么多年应该说你对这个社区Spartanburg，这个社区也是蛮有了解的。那你对这里的这个顾客你有什么想法？然后你是怎么样跟他们建立这样的关系？然后他们是怎么样对你这个店、对你这个生意是怎么来看的？因为我在这个城市住的最久的27年，人生住最久的97到现在28年了。那个我认识很多人，然后其实我认识的美国本地人多过华人。我也很少，因为华人比较多，都是在隔壁城市，我们这个城市没有多少个华人，所以那个基本上从我的客人那边开始，就是说我们有机会就大家去他们也非常热情，他家里有开什么 party 啦，生日 party 啦 ，barbecue 啦，什么 Super Bowl party 那些他们都会叫你的。那问题说我们既然来了这个国家，我们要融入这个社会，这个国家他们的传统，他们的社会，那既然他邀请我们的话，我们就绝对不能推迟，就是一定要因为他要跟你交朋友，你不能推迟，你要去跟他交朋友，因为我们也要在这个国家生活，我们也要交我们这边的朋友。一方面我们对他的文化语言，我们都要增进一点吧，我们这样说，我们要了解他们，也让他们了解我们，不是只有我们了解他们，那他们也了解我们到底华人是怎么样的。华人到底他们的思维是怎么样的？他们有时候也问我一些古灵精怪的问题嘛。他说：“你怎么看中美的关系啊？”那我跟他说，好像夫妻一样嘛，有偶尔吵到架正常。对啊，那他说那可不可以离婚呢？我说离婚也常常美国也是很正常的，对不对？离婚也可以啦，但是还没到离婚的地步吧。我说在吵架，他们会觉得好笑，对，因为有时候我们因为我们的思维来去解释这个问题是蛮有意思的。然后他们因为我们既然是朋友的话，也是会私底下讲一些关于政治的看法也会问你一些宗教的问题。那我是基督徒，那我就趁机会跟他们讲宗教的问题。我这个餐馆为什么我很高兴？其实我从来也没有去做广告。你去网上看，我没有什么折扣啊，什么 Happy Hour 啊，什么我都不做这种东西。我的客人完全都是熟客，然后自己来的，而且我的餐馆很偏僻的，在那个角落的地方，就是你不认识，没有人介绍，基本上是不会来的。对，所以说我的客人都是一个带一个来的。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我的客人都是跟他们认识20-30年都有的。然后爸爸带儿子，儿子又带女朋友，女朋友又带儿子来，所以我这个餐馆有很多不同年层的，而且都认识我的。那主要是我们跟他交心。那你要融入社会要跟他们交心，然后要跟他们 hang out， 我们就是要跟他们出去啊，有时候去逛逛街啊，喝咖啡啊。有一些其实像那种到婚礼啊，他们邀请我婚礼啊、丧礼啊。葬礼我也去，对，葬礼也去，对这个因为我认识，因为我参加过很多的葬礼，其实我人生中参加葬礼最多是在这边，认识人太多，你认识人太多的话，总有很多葬礼要去的，但是他们知道我们在有的是刚好碰巧都是我们上班时间，那没办法，就是不要礼拜3晚上我对不起，那他知道的，也对，那如果是你刚好碰巧我休息的话，你就一定要去的，这个是表示你对他们的忠诚嘛 ，honor。而且我们既然是朋友，我们不要以做生意赚钱的那个为原则。我觉得当然开餐馆我们也是为了要赚钱，但是赚钱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吧。我们要生活，然后生活了下去，生活不是只有钱嘛。所以有朋友，有其他的方式。其他的东西我们是需要的，对小孩子跟小孩子玩也是需要，
既然来这个国家，但我们也不要把自己也忘掉自己。我们融入了美国，我们完全变成美国人，完全没有自己的特色的话，那我也不赞成。因为他们跟我们交朋友也是觉得我们有跟人家其他有不同的地方。那我有的客人很奇怪，就是说他会有的客人他会无端端跑来，然后坐在书记吧跟我聊天，说我今天很想跟你聊天。我说你们想，你不来吃饭了吗？你来聊天啊？没事，你去聊天嘛。喝个什么水啊？他说吃饭我都想吃，但是主要是想跟你聊。那我是什么事？然后就开始讲他的家事，因为很多我认识他祖孙3辈都认识嘛。所以然后聊，他说我想跟你说那个我最近心情什么不好。然后我就开始劝他，然后那就有时候就跟他说问他就跟他说宗教的问题，因为我们在美国人有一个是很奇怪，就是说你不能在餐厅、酒吧还是书记吧，你是不能跟客人讲宗教跟那个政治问题的。那很多客人呢跟我很熟。他特意跑来跟我讲宗教问题。那我就把他带他回去，我说你多久没去教会了啊？然后你要去教会，你去那边，我不是叫你去找人，我叫你去那边找神，去那边祷告。然后你去读圣经，看神要跟你说什么话然后你的心情是这个我们人没办法解释，没办法帮助你。那我劝了他一些东西，我因为了解嘛，因为他都是家里的私事这样子。有很多都是年纪蛮大的，60、70岁那种的，70、80岁都有跑来跟我聊天。然后我就跟他说，我不是叫你来我教会啊，我说我去你的教会。他有的跟我说我已经不去教会很久了。我说那没事，你就祷告一下，看哪一家你想去。然后你进去的时候你有平安，那就是神要你去的地方。然后你自己在那边祷告一下，对不对？那么你去找神，不要去找人。对不对？然后就这样。如果你真的不愿意去教会的话，你在家里面祷告也可以，这也都可以，因为神会来亲自安抚你的。就有时候我们可以讲这宗教的问题，有的也会问我政治的问题。所以我开这个餐厅也是很奇怪，因为我是老板，所以我爱说什么问题就说什么问题。那当然也是很小声，私底下也不能说很多人在后面你讲我支持谁，这个不行的。OK，那基本上我是没有立定立场的。我在政治方面的，谁做的事是合乎圣经的，OK，那我就是站他那一边，就是我是站在神的后面，我不是站在人的后面。不管今天是谁做皇帝，谁做什么。我还是 honor 他，因为圣经上叫我要 honor 他，听从他说的话。但是如果他要我做违背圣经的，那我就不做了。所以这个就是我不管他是谁，他的名字是谁这个都我们要荣耀的是我们的神。所以很多的时候他们也会接受，因为美国人也很多蛮接受别人意见的。这比胸襟比较广阔的他们有学到这种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跟周围必须要说，当然我们都是抱团取暖，都很喜欢跟中国人在一起聊聊天家常这个是好的。但是别忘了，你住在这个国家，你还是要融入这个社会，你也要了解他们，你让他们了解我们。这个是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这个对中国人来讲。那就是说另外一方面就是说我们这个到底我们的角色是什么，对不对？我们中国人的角色是什么？对不对？我们是像一个亲善大使一样的，我们都是想两边都是和的，是最好是这样子。我们也不鼓吹任何的极端的那种方式，去做像圣经上有教的，耶稣基督也没有鼓吹说我们要跟罗马政府对抗，对不对？所以当时耶稣也是这么说嘛，他说我的国不在这边了，如果我的国在的话，我的名就为我征战，对不对？所以他没有叫他的名在当时跟比拉多征战嘛，对不对？跟罗马征战没有嘛，所以我们也不要这种极端的这种看法是不好，我们还是回归圣经，这样子，这个是我对这 community 的看法，对，这样，
谢谢。好，谢谢文森。